品书、品生活、品人生。欢迎来到雪芬说书，我是雪芬Shirley。去年我和大家分享由美国作家莫提莫·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共同撰写的如何阅读一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 分别以4段视频分享书中介绍的4种阅读层次，它们是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今天我将以如何阅读一本书的准则，针对故事书、工具书和哲学书来介绍合适的方法，让阅读效率事半功倍，除了长知识以外，还能增添人生乐趣。首先，我们来复习4种阅读层次。阅读一共分成4种层次，这些层次是渐进的，较高层次也包含较低层次的特性。第一层次为基础阅读，就是认知与基本的阅读技巧。第2层次为检视阅读，在较短时间内了解一本书的大致轮廓。第3层次为分析阅读，这是更复杂、更优质的阅读，反复咀嚼、理解一本书，直到我们内化它为止。第4层次为主题阅读，这是最高层次的阅读，在一个主题下分析阅读好几本书，并比较它们的差异。有兴趣观看这4集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的链接。故事书的阅读方法。我们为什么喜欢读故事书呢？故事能满足我们精神上的一些需求，比如公平与正义、完美的爱情、成功的事业等。阅读故事书时，我们将自己带入故事中，仿佛跟着书中人物重新活了一次。好的故事书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提升领悟力、洞察力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透过故事的发展，领悟如何权衡利弊，洞察事情的发展和规律。阅读故事书的原则很简单，那就是快读，在短时间内全心全意的阅读。故事书注重的是对于故事的体验感，它需要我们沉浸其中，体会人物的酸甜苦辣。如果断断续续的阅读，每一次都需要重新带入，会让我们对这个故事失去兴趣。很多故事的开端都会有一系列陌生人物登场，只要耐着性子读下去，这些陌生的人物便会变得既熟悉又鲜活了。2. 工具书的阅读方法。工具书为实用型书，它们的特点就是说明规则，像是理财书、烹饪书、时间管理书等。这本如何阅读一本书也属于工具书的范围内哦。当你阅读工具书时，有一点要牢记在心，任何工具书都不能解决该书所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你的问题只能在阅读书本后靠自己的行动来解决。举个例子，当你的问题是如何赚钱谋生时，一本教你如何做生意或在职场谋生的书，虽然可以给你很多有用的建议，却不能替你去赚钱谋生哦。阅读工具书时，我们要提出以下4个问题。1. 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以时间管理书为例，就是教导读者如何更有效率地运用时间。2.
作者建议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读者对一本书的评断是来自我们是否接受作者的结论以及他所建议的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讨论方式必须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认同。3. 书本内容真实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总不能相信一些毫无根据的论述，让这些谬论影响我们的判断，对吗？ 4. 这本书与我何干？我们会阅读时间管理书，当然是希望能从中学到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过一个更有效率的人生。3. 哲学书的阅读方法。哲学领域主要分为2类，第一类是关于存在或变化的问题，和世界上存在与发生的事情有关。这个领域属于理论或思辨性的部分。第二类是关于善恶好坏，和我们应做的和探寻的事情有关，强调实用性，是规范的哲学。在西方传统中，哲学的发展延续了5种论述风格。第一种是哲学对话式，比如柏拉图的对话录，一群人和苏格拉底讨论一些问题，苏格拉底提出问题，然后对主题加以说明。第二种是哲学论文或散文，阿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他采取书本笔记的形式，将大师的演讲记录下来。第三种是面对意义，这是中世纪发展的哲学风格，以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为代表。文章先提出问题，然后提出一系列对立的回答，演绎出支持这个错误回答的论述，再以权威性的经文来反驳这些论述，最后才由阿奎那提出他的解决方案。第四种是哲学系统化，这是从17世纪哲学论式形式中发展出来的，以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他们想用类似于数学组织的方式将哲学整理出来。第五种是格言形式，以格言形式解说哲学，代表作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如何阅读哲学书？首先要找到哲学家的中心思想和原则，然后探寻他是如何在书中阐述这些观念。不要被不同哲学家的意见给弄糊涂。阅读哲学书时，你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拥有自己的立场，再透过哲学家的作品判断什么能成立，什么不成立。如何阅读一本书里提到，越主动、技巧越熟练的阅读，阅读效率就越高。阅读不只是对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有帮助，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更能增长我们的智慧。当你掌握了阅读技巧后，在阅读不同类型的书本时，必定事半功倍，效率大大提升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集见。